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我终于买了半熟芝士蛋糕的模具了，今天就来做半熟芝士蛋糕吧。我发现小山进大师的书里有这款蛋糕的做法，然后我照着做了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太美味了！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先做个蛋糕片，书里是用海绵蛋糕片，我刚开始做了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戚风的口感更配这款蛋糕吧，所以我把小四卷的配方调整了一下。蛋黄糊是玉米油、牛奶、低筋面粉放在一起拌匀，然后再加入蛋黄拌匀。蛋清里加入白醋和细砂糖，然后用电动打蛋器打发。打到和做戚风差不多一样的状态就行了。我就打到了这样，有一个微微下垂的尖角。然后先取1/3的蛋白和蛋黄糊混合，再把它们俩全部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可以用这个蛋抽切拌，用它切拌的话，拌的能快一点。等拌的差不多了，最后再用刮刀翻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把面糊倒进28×28厘米的方形烤盘里，抹平震几下，把里边的气泡震出来。然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50到160度烤25分钟左右。如果烤箱密封性太好的话，就要垫一个门垫，不然它容易鼓包。烤完以后震一下热气，然后马上把它从烤盘里取出来。把四边揭开，在上面放一张油纸，然后给它倒扣，等它晾凉。等蛋糕凉了，把油布揭下来，然后再给它翻面，把上面的油纸也揭下来。如果你的蛋糕皮烤得够薄的话，揭油纸的时候，这个皮就跟着一块下来了。然后用模具压出一片一片的蛋糕片，把模具里放上油纸，再放上蛋糕片。这个模具我只买了10个，但是我发现这做一次能做17个，刚好前几天的布列塔尼酥饼的模具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准备好以后，表面给它盖上点，防止蛋糕变干。提前做一锅热水，然后把奶油奶酪放在上面，一边加热一边搅打顺滑，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锅热水也不浪费，你就直接倒在烤盘里，再打开烤箱预热就行了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00度预热。这个蛋糕得用水浴法来烤，这样就省得最后你还得端着挺沉的烤盘放到烤箱里了。然后再来做一个卡士达酱，牛奶、淡奶油、黄油放在一起，小火先加热着，然后另取一盆，蛋黄里加入细砂糖拌匀。这里我配方做了调整，原配方应该是蛋黄50克，然后我称了一下，3个蛋黄是45克。我一想差的也不多，那我就放3个蛋黄吧。低筋粉书里是放10克，因为蛋黄少了嘛，所以我也减少了点低筋粉，低筋粉放了8克。这样调整完以后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，你们可以按照我调整的这个来做。蛋黄、糖、低筋面粉拌匀了以后，把快要沸腾的牛奶分次加入拌匀，然后再把它继续小火加热，直到熬成酱。但是这个酱呢，不要熬得太稠，要熬得稀一点。基本上就是你看见出现纹路了，纹路也不消失了，就可以离火了，就是这种状态，有流动性。然后把卡士达酱和奶油奶酪混合均匀，拌匀了以后再加入白葡萄酒，书里说是增添风味的，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加。太巧了，我们家还真有。拌匀以后就过筛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一旁，表面盖上点防干。接下来就剩下打蛋白了，蛋白里加入细砂糖，把蛋白打发。这个蛋糕蛋白的量挺少的，这个是书上的克数，本来糖跟蛋白是一样的克数，我做了调整。这个蛋白不能打太硬，打硬了蛋糕会开裂，可以对比一下看看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打的，这个就有点硬了。第二次我就是看到出现纹路并且不消失了就停止了。
然后你们看啊，提起打蛋器的时候，它先是成一条线，又有一个小弯钩，这样就行了。我打到这样状态的蛋白，最后烤的时候就一个裂的都没有。然后就分次把蛋白和奶酪蛋黄糊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有一点，就是这个奶酪糊最好是凉了再跟蛋白混合，不然容易消泡。拌匀以后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就把面糊装进裱哈袋里，把它挤在模具里，挤到跟模具齐平的高度就好了。这个配方我一共做了17个小蛋糕，17个真的不多，这蛋糕几乎一口一个，真的特别好吃，我觉得一个人至少可以吃4个。然后稍微晃一晃，再震几下，面糊就变平了。如果你震完了以后面糊还是那种没有抹平的状态，那就是你蛋白打过了，或者卡士达酱稠了。我发现卡士达酱稠了的话，蛋糕烤完以后回缩凹陷会比较厉害，但是做出来味道也还是很好的，也不要浪费。反正这个东西很受欢迎的，基本上就是出炉没做好可以再做一次，就当练手了。放进有水的盘子里，那个有水的盘子放进烤箱的中下层，烤15到16分钟。我觉得这个时间出来的状态是很合适的，里边还是很湿润很嫩的。这个蛋糕的特点就是半熟嘛，所以它应该要保持里边很湿润很嫩的口感。我用这个温度和时间烤出来，口感啊状态啊哪都好，唯一不足的就是上色不均匀。书里写的是先用上下火170度烤10分钟，然后再用200度烤3分钟上色，但是我用200度烤6分钟了都不上色，最后又调到230度才上色，最后烤完以后都得20分钟了，20分钟就没有那么嫩了。等蛋糕凉了就把模具取下来，然后就给它盖上点，放到冰箱里冷藏1-2个小时以后再吃，一定要冷藏以后再吃。冷藏完以后里边吃起来也是嫩嫩的口感。其实我发现半熟芝士表面颜色好像要浅一些，嫩嫩的颜色比较好，就是它不太均匀，真烦。表面颜色太深的话，那个皮会觉得有点发干，不过也看个人喜好啦。烤15-16分钟，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，蛋糕吃起来很湿润很嫩，一入口就化开了。芝士味香浓，酒味肯定是吃不出来的，但是就会增加一种风味。小山进大师的配方真的非常好吃，强烈推荐你们试试。我决定这个还有上一期的那个酥饼就是我们家春节待客的甜品了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帮我点赞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